一開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句我哋報告入邊嘅結論。我哋正用承擔約30%多嘅潛在虧損去搏一個喺基本情景下幾乎為零嘅潛在上漲空間。呢個係一個極之糟糕嘅賭注。你冇聽錯，我講緊嘅就係運動界嘅巨人 Nike， 一個大家以為跌到咁上下係時候執平貨嘅巨頭。但如果我話你知呢個可能係一個精心包裝過嘅價值陷阱呢？好，我哋先公平啲睇下市場主流係點樣睇 Nike 嘅。普遍嘅睇法係 Nike 之前行錯咗一步棋，就係嗰個所謂嘅 DTC 直營策略，即係唔經零售商直接賣嘢俾客。呢個策略搞到一鑊粥，加上產品創新又停滯不前，所以公司陷入咗低谷。但係而家唔同啦，市場見到 Nike 請翻個經驗豐富嘅元老級高層 Elliott Hill 翻嚟救駕，然後大刀闊斧咁改革，話要重新擁抱翻 Foot Locker 呢啲批發渠道，清理積壓嘅庫存，再加埋重新點燃創新引擎。所以市場共識就係 Nike 只係經歷緊短暫嘅陣痛，好快就會王者歸來，重返增長軌道。而家70幾蚊嘅股價就係反映緊呢一種樂觀嘅預期，聽落好合理，係咪？但係當我哋深入研究數據，就發現咗一個好得人驚嘅裂痕。我哋做咗一個叫反向 DCF 嘅分析，簡單嚟講就係計下到底市場要對 Nike 未來有幾樂觀，先至撐得起今日70幾蚊美金嘅股價。個答案係，市場隱含嘅預期係 Nike 未來10年嘅息稅前利潤率 EBIT margin 要達到17%，17%係咩概念？呢個數字顯著高過 Nike 喺2021年歷史最巔峰嗰陣時嘅15.5%。諗下，即係話市場唔單止覺得 Nike 可以完全康復，仲要佢好返之後，身體仲好過未病之前嘅任何時候。喺競爭咁激烈嘅今日，你覺得呢個預期有幾大機會實現？呢個裂痕只係冰山一角。當我哋將所有證據拼埋一齊，一個同市場完全唔同嘅故事就浮現出嚟。第一，所謂重返批發根本唔係咩深思熟慮嘅戰術，而係一場被逼嘅混亂嘅大撤退。點解？因為 DTC 更賺錢，呢個神話已經被徹底揭穿。BMO Capital Markets 嘅報告計過條數，計晒所有物流、退貨、營銷成本之後，DTC 渠道嘅實際利潤率係顯著低於批發渠道㗎。Nike 之前為咗呢個失敗嘅實驗，傲慢咁對待班批發夥伴，結果係咩？就係將寶貴嘅貨架空間拱手相讓俾 On 同 Hoka 呢啲新進對手。第二，亦係最致命嘅，就係 Nike 嘅品牌護城河已經出現咗可能係不可逆轉嘅裂痕。我哋唔係靠感覺，我哋睇領先指標。權威嘅 Piper Sandler 青少年調查顯示，Nike 喺後生仔入邊嘅心智佔有率由之前穩定嘅60%斷崖式下跌到49%，尤其喺女仔群體入邊，更加係史上第一次跌穿40%。同時間，另一個叫 LEK 嘅品牌熱度指數話我哋知喺 Z 世代同女性群體入邊，On 同 Hoka 嘅熱度已經超過咗 Nike。呢啲唔再係周期性波動，而係結構性嘅品牌損傷。第三，管理層口中嘅創新超級周期聽落好吸引，但可能只係一個遙遠嘅承諾，目的係分散你對當前產品線陳舊嘅注意力。連新 CEO 自己都承認公司失去咗對運動嘅痴迷。當 Nike 喺度食老本嘅時候 ，EP data 數據顯示，單係2025年頭5個月 ，Nike 喺運動鞋市場嘅份額就由39%跌到32%，而 On 就由8%升到12%。所以我哋嘅變異認知就係市場嚴重低估咗 Nike 今次轉身嘅難度，同埋佢品牌已經造成嘅結構性傷害。市場以為呢啲係一次性嘅調整成本，但我哋認為呢啲可能係佢長期定價權同文化領導地位嘅永久性削弱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哋可以歸納出一邊係市場主流嘅王者歸來美好故事，另一邊係我哋見到嘅由數據支撐嘅品牌護城河出現裂痕，盈利能力恢復極度困難嘅殘酷現實。咁究竟信邊個啦？我哋嘅估值模型俾咗一個好清晰嘅答案。喺我哋最可能發生嘅基本情景入邊，Nike 嘅合理價值同而家嘅股價差唔多，即係話潛在回報係0。但如果我哋擔心嘅結構性問題真係發生，進入悲觀情景，佢嘅內在價值可能會跌超過30%，除非 Nike 嘅管理層真係可以化腐朽為神奇，否則去搏一個概率唔高嘅機會，呢條數點計都唔着數啦，係咪？講到呢度，我知道你哋一定好好奇，我哋個估值模型究竟係點樣計出嚟？點解基本、樂觀、悲觀情景嘅假設差咁遠？每個情景背後嘅收入增長、利潤率、現金流預測係點樣？我哋建立咗一個完整嘅3情景聯動財務模型，巨細無遺。喺我哋嘅 Patreon 會員專區，我哋會獨家同你分享呢個模型嘅完整拆解，包括所有核心假設同埋敏感性分析，等你可以親手壓力測試，睇清楚 Nike 估值背後所有嘅可能性。我哋甚至做咗事前剖
析 （pre-mortem），模擬咗兩種最可能令呢單投資徹底失敗嘅災難路徑。如果你想得到呢啲機構級別嘅深度量化分析，就即刻點擊下面資訊欄嘅連結，訂閱我哋嘅 Patreon。呢啲獨家內容可以幫你喺充滿迷霧嘅市場入面睇得更清，行得更穩。多謝收聽今集嘅跨市博弈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